美日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作战。日媒叫嚣针对中国，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思路有怎样套路？为何说存在致命软肋？近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在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附近举行联合演习。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编队、美国号及埃塞克斯号2栖战备群，还有多架各型舰载机、预警机，兵力约1万人。日本自卫队则出动金刚号驱逐舰以及多架专机。那么，这次联合演习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特点？美日不断在中国家门口秀肌肉，我们又该如何提高警惕？此次的美日联合演习重点在于演练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旨在夺取所谓第一岛链的岛屿，并以此为基地，在对手反介入能力范围外实施打击。再加上在交通要道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附近举行，从演习内容到地点都不难看出针对中国的意图。美日对此也并不遮掩，五角大楼在声明中多次强调，该演习意在展示美日如何在岛链作战。作为日本官方媒体的共同社，也在其报道中赫然言明，演习是为了应对中国。很明显，这次的演习啊，它就是完全针对的是中国，那么就是呢，在这些地方去对中国海军呢进行封堵。那么你像宫古海峡，还有呢吕宋海峡，其实啊。广义上的吕宋海峡呢，是包括呢巴霍岩海峡，还有巴林汤海峡以及呢巴士海峡。也就是说，他要把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完全给封锁住，这呢就是他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核心。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此次演习由林肯号航母和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率先拉开帷幕。在吕宋海峡，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 AV-8B 战斗机和 MV-22B 运输机从埃塞克斯号上起飞，并与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演练一体化空中作战行动。美国号2栖战备群与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出动 F-35B 舰载战斗机进行了2次空对地实弹轰炸。日本金刚号驱逐舰和美国海军杜威号驱逐舰协助进行指挥和控制。从林肯号起飞的多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 E-2D 预警机还在夜间对水面目标进行模拟打击。五角大楼2月6号发布的新闻稿透露，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在演习期间，还与日本自卫队在冲绳附近建立了远征前进基地。美海军认为，美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可以在海上快速集结，为海军陆战队远征小队和2栖戒备大队，连同一个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联合部队的装备和盟友占领关键海域，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和盟军创造优势。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与日本自卫队近日进行的所谓联合演习，口号震天响，还高喊正在验证所谓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思路。那么他们这次演习究竟有怎样的新套路呢？我们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的信息来剖析一下，主要可以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由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和2栖攻击舰的舰载航空兵部队对岛屿目标和岛屿附近的海上目标实施精确打击。这一阶段的主角是林肯号航母搭载的 F-35C、FA-18EF 以及美国号2栖攻击舰搭载的 F-35B、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搭载的 AV-8B。这4型舰载机都可挂载类型众多的对海对地武器，其中反舰的主要为战功显赫的鱼叉导弹，射程130公里，制导和抗干扰能力强，还能选择掠海攻击或俯冲打击模式进行打击，不好拦截。鱼叉导弹采用221公斤半穿甲战斗部延时触发引信和保险装置，装填有近100公斤的高能炸药，只要命中1枚就能够重创1艘中大型舰只。不仅如此，美海军的鱼叉导弹在换装360公斤重的 WDU-40B 战斗部之后，还具备对地攻击能力。不过，并不是优先选项，而是以多型 GBU 激光制导炸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捷达姆为主。捷达姆是美海军目前的核心攻击武器，最关键之处在于它采用卫星和惯性复合制导，不受恶劣天气如自然或人工制造的雨、霾、尘、雾、雪、风、烟幕等限制，并具有投射后不管和多目标攻击能力。由此可见，美海军这一阵容的航空战力是非常强的，即便是中等军事强国也难以抵抗得住。
打掉敌方防空设施等重要军事目标以后，演习就进入第二阶段，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日本自卫队一起快艇突袭，模拟夺取对手控制的关键区域，并迅速消灭附近地区的敌方战斗人员。然后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运到滩头，建立对沿海区域的控制。海马斯可携带6枚火箭弹或1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既能够对海也能够对地进行攻击。采用 M26 火箭弹时，射程为32至45公里；采用增程型制导火箭弹时，射程扩展到70至150公里；而采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则具有打击300公里以外目标的能力。这2个弹种的结合非常适合岛屿作战，海马斯也因此成为了美军今后军事干预东海和台海问题的主要装备之一。最后一个阶段是在确保滩头安全之后，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以及海军陆战队的 AH-1Z 武装直升机、UH-1Y 通用直升机在部队的头顶盘旋，随时准备提供近距空中支援。美军这次是完整的演练了一次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流程，远程部署加特种突袭加前进基地建设加区域控制。值得警惕的是，美军这一作战思路一直被认为是针对中国而制定的。如此兴师动众的演习想定，显然不会只限于所谓的协助日本防守西南诸岛这类小目标。不过，如果美国敢踩红线，我们也有很多的反制手段。本土太远，前线部队无力应对高强度海空一体打击火力，想要派增援部队也很容易被半路拦截。像它的航母打击群，还有呢像2栖的戒备群等等啊，现在它叫远征打击群了。那么一样的，在海空力量的打击面前，他们也不敢呢过分的靠近，这个投送啊，它也无从谈起。现在呢，说实话，就是解放军的海空军反航母作战能力啊是非常强的，不是光打击航母本身啊，包括呢它的编队，既有航母编队，也有呢2栖攻击舰的编队，这些呢你都是处于的打击范围之内，那你怎么敢靠近呢？不敢靠近的话，它无法的进行远程的投送。所以啊，表面上看啊，概念玩得很好，但实际上呢，是有很多这种漏洞的。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习的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分别位于台湾岛的北部和东南方向。很显然，美日不仅是试图封锁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也是想把台湾岛钳制在内。如果台岛发生所谓的意外事件，美日可以联合在北部和南部建立登陆场，把作战兵力向岛内投送。外界普遍认为，这也明显带有对台独势力的某种暗示。实际上呢，这种暗示的话，应该说比单独针对台湾的这种作用啊还要大。这是意味着，美国还有日本啊，它是把台湾放在了
亚太的整体战略里边去进行考虑的。所以你像这种所谓的暗示，实际上已经是明示了。其实就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对外宣布美日联合军演的同一天，拜登政府正式宣布再次对台进行军售，而这一次美国出售的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后勤维护计划，这也是拜登政府上台1年多以来第2次宣布对台军售。有分析认为，这次军售价值1亿美元，虽然数额不大，而且涉及的是防御型武器，但试探的意味也很明显。对此，外交部、国台办、国防部接连强硬发声。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月9号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持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短片中提到，美日在抵近中国家门口的地方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毫无疑问已经明显展现了意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的架势，针对中国的挑衅意图十分明显。事实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性始终牢牢掌握在大陆手里，美日实际上也心知肚明。请教一下张先生，在这种情况下，美日还不断秀肌肉，到底有何居心？第一个呢，就是对我们进行威慑和牵制企图以这样的一种动作来迫使大陆放弃对台采取行动的这样的一种决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还是通过这样一种演习来提高在未来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美日它联合军事介入台海问题的一种能力比如说这一次的演习，它已经放到了宫古海峡附近的海域，包括这个南面是到这个吕宋海这个方向。也就是说，它把它放到了台湾的北部和南部这样2个比较敏感的这种区域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演习，它可以使美日这个它的军队呢对战场更加熟悉同时也会使双方的联合行动的一些程序装备互操作性等等有一个进一步的提高。除了联合军演，拜登政府还在近期展开任内第2度对台军售。虽然只是1亿美金的爱国者导弹售后服务，但试探意味也非常浓厚。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拜登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特点与套路？与前任特朗普政府疯狂对台军售相比，有本质区别吗？我觉得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基本上是沿用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台的政策的基本的框架，也就是说，他打台湾牌的这个力度在不断的增强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的1年美舰机穿越台海的这个频率远远大于它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同时拜登政府他把台湾问题提升到一个国际规则秩序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让这个西方国家、欧洲的国家更多的介入到台海问题上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在姿态上又有所缓和就是说我在公开的场合或者在外交的场合，我还是表态我这个不放弃不改变一个中国的这种立场他正是希望通过这个两面的或者说两手的这个行动来架空他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断的在实际行动上不断的抵近我们这个台湾问题的这种红线底线。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对台政策的框架下，那么未来在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在拜登政府坚持打台湾牌的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反弹，也就是说它的金额、它的进攻性还可能进一步的提高对这一点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这段时间也恰逢北京冬奥会，美日却不断在中国周边利用台海问题制造杂音，是否也在故意刷存在感？那对于美日下一步还会如何打台湾牌，李先生您有何预判？他们确实有刷存在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那么，因为北京这个冬奥会，在筹备和即将举行期间，美国还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负面的工作的。在北京这个举行冬奥会期间，他们又有一些小动作，又有一些杂音，包括这个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储备一些精确制导弹药，这个美日进行了一些所谓的军事这个信息的共享这样的一个2+2的会谈等等这些问题呢，
应该说都是美日特别是美国这个为中国制造麻烦、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这个长期一贯的这样一个目标，在我这个北京冬奥会期间的一个具体的举动。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地时间2月11号称，俄罗斯可能很快开始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任何在乌克兰的美国人都应该尽快离开。纽约时报甚至给出了俄罗斯入侵的具体时间2月16号。对此，乌克兰总统表态称这说法没有依据。俄罗斯讽刺美国已经歇斯底里。那么，美国为何猛炒俄罗斯入侵，甚至天天发布俄军的动态情报？拜登派出王牌部队第82空降师部署波兰，意在释放什么信息？面对拜登布下的这个局，普京如何突围？当地时间2月10号下午，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4国的政府顾问代表在德国柏林举行新一轮的诺曼底模式4国会谈，以调解乌克兰危机。诺曼底模式来源于2014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国际纪念仪式。当时4国领导人在活动期间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此举却引起美方不满，因为美国感觉被排除在外。因此，美媒纷纷对德国进行指责。《纽约时报》谴责德国政府不作为，彭博新闻社将德国总理舒尔茨列为乌克兰危机中最薄弱的环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拜登还在2月7号与舒尔茨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拿北溪2号说事，表示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乌克兰边境线，那么将再也不会有北溪2号，美国将结束这个项目。但舒尔茨并不理会拜登的这一威胁，特别是当一名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在这里解释清楚立场有助于赢回美国的信任时，面无表情的舒尔茨更是直接翻了一个白眼。另一旁的拜登不得不站出来打圆场，表示舒尔茨无需赢回信任，因为他完全得到了美国的信任。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欧洲的独立，欧洲、法德这些国家最终绕开美国，独立的处理欧洲事务，这个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他实际上现在就是说，他极力的打压这些，就是不想让欧洲这些国家独立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依然他想让欧洲这些国家围绕在他周围啊，以他为中心，看他的眼色行事，以他来决定整个欧洲事务的去向。与德法谋求欧洲自主不同，英国坚定追随美国。2月1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及联合记者会，双方重点就双边关系议题及乌克兰局势等进行了讨论。随后，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直言，对话如同鸡同鸭讲。Тем, что разговор немого с глухим у нас получается, вроде бы слушаем, но не слышим.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Наши подробнейшие разъяснения, в общем-то, упали на такую не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ую почву.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已经在众多场合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底线：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北约停止东扩。不过，美国似乎不想让东欧局势降温，还火上浇油，持续加大对乌克兰局势的干预力度。2月12号，五角大楼宣布，未来几天将向波兰增派3000名美军，这是10天内美国第2次向欧洲增兵。此前2月2号，美国宣布将向罗马尼亚、德国和波兰增派约3000名士兵，以支援北约东翼的盟友。五角大楼表示，目前驻欧美军数量超过8万，增派的5000名美军将组成一支高度机动的部队，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并可应对各种突发事件。2月5号，第一批增派的美军乘坐一架 C-17运输机抵达波兰热舒夫亚辛卡机场，该机场靠近波兰与乌克兰边界。波兰军官称，这些士兵来自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共有1700名。按照美方的说法，这支战略应急部队可以在18小时内迅速部署应对世界任何地方的突发事件，并进行空降攻击，以确保关键目标的安全。它达成所谓快速反应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条件是，美国有大量的远程运输机，它是靠飞机达成的啊。然后体系它也很完整，然后各种武器装备、夜视器材、通信设备，它都是很完备的。所以再加上平时的大量的这种伞降、空降的训练，所以快速的部署在
世界各地它都可以达成。那么82空降师部署在波兰，可能会起到一定的就是维持当地的这种局面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不认为82空降师会进入乌克兰境内去作战，他没这个胆量。第82空降师一直是美国对他国进行军事介入的王牌，而上一次被普遍关注的是在阿富汗撤军行动，它是最后一支撤出的美军部队，灰头土脸，脸上无光。而这一次奔赴波兰的指挥官克里斯·多纳修少将，就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军人。多纳修在机场说：“我们在波兰的部署表明了我们与欧洲所有盟国的团结。”然而，有分析认为，美国向东欧地区增兵主要目的并不是保护盟友，而是为避免重演去年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早早就做好从乌克兰撤侨的准备。据美媒报道，白宫已经批准了五角大楼的一项计划，一旦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部署在波兰的美军将会帮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逃离乌克兰。被部署在波兰境内的美国大兵目前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在波兰与乌克兰边界设立检查站、帐篷营地和其他一些临时设施，准备为抵达这里的美国人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毫不示弱秀肌肉。据报道，第76近卫空降突击师是俄罗斯最能打的部队，如今正驻扎在白俄罗斯，让北约很是头痛。另外，俄罗斯《红星周刊》日前还报道，俄第7近卫空降突击师在乌克兰旁边的克里米亚举行了抗登陆演习。演习开始后，主要方向活动的营级战术群官兵在沿海山区构筑防御地区，指挥员根据侦察获得的情报，运用机动防御战法实施埋伏和迂回行动，动用反坦克兵器和迫击炮以及配属的自行炮兵连火力，将敌方挤压至对其不利的方向。榴弹炮营在统一的战场指挥自动化系统指挥下，完成崎岖地形及行军科目，并根据训练场的地形地貌构筑阵地。接到指令后，从隐蔽火力阵地开火，之后迅速变换阵地直瞄射击，完成炮火支援任务。敌方登陆部队尚未登岸，便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装甲坦克连从伪装阵地开火射击，成为伞降连攻占敌方支撑点的装甲铁拳，并利用烟幕手榴弹掩护空降兵行动。空降兵在掩护下乘坐米8直升机实施战术空降，完成对敌方的包围和封锁。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伞降突击啊，也是很有特色，也有很多战例啊，不比美军差，包括。当年打阿富汗的时候占领喀布尔机场，战果也是有的。至于和美军的比较，我觉得各有所长吧。俄罗斯据说他们训练很严格啊，他空降的时候据说可以在比较高的高空就跳伞啊，西方不敢在那么高的高度跳，他敢啊，他还有什么空降战车呀，直接这个战车挂着降落伞就落地，甚至人坐在战车里就直接可以降落到地下。此外，俄罗斯还在其他多区域内开展密集军演。有外媒报道，俄方计划在乌克兰以南的2个海域——黑海和亚速海举行海军演习，已经罕见地派出6艘登陆舰前往黑海。这6艘登陆舰分别是克罗廖夫号、明斯克号、加里宁格勒号、彼得莫尔古诺夫号、乔治波贝多诺塞茨号和奥列涅戈尔斯基戈尔尼亚克号。他们来自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组成了俄海军特遣队。该特遣队除了蟾蜍级登陆舰，还包括排水量6600吨级伊万格伦级大型登陆舰彼得莫古诺夫号。对于俄罗斯跨区域调动6艘登陆舰前往黑海，有分析认为，一方面是为了参加黑海的演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支援黑海舰队，增强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因应近期美国不断向东欧增兵，北约在地中海秀肌肉等挑衅行为。这个因为乌克兰也是一个黑海沿岸国家，它黑海沿岸有很多重要的城市，所以不排除一旦有战事的话，那么这几艘登陆舰在黑海的沿岸有一些军事动作。按西方现在说法是，俄罗斯在北、东、东南3个方面对乌克兰形成一个包围，这是西方媒体说的啊。他就认为俄罗斯真打起来，三面有可能对乌克兰有一个夹击啊。那么东南面就是黑海，这几艘登陆舰有可能就起到一些登陆啊，或者是这种支援的策应的一样一些作用。
2月12号，拜登迫于压力与普京通话，通话超过1小时，但未见明显转机。拜登再次警告，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让俄罗斯付出迅速和严重的代价。俄方随后披露细节称，美国的歇斯底里已经达到了顶峰。对于美国给出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具体日期2月16号，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目前没有依据，而且所有这些信息只会引起恐慌，对乌克兰没有帮助。美国先是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部署第82空降师，然后拜登就要求在乌克兰的所有美国人撤离。请教一下李先生，对于美国这2个接连动作，您怎么看？他部署在这个乌克兰周边的这个波兰呢，主要原因呢就是一个他没有获得乌克兰的授权，就是进入乌克兰。另外呢，俄罗斯也明确提出画了一个底线，就是说美军如果要这个进驻这个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呢可能会采取一些更激烈的动作。它还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防范可能从乌克兰出现的这个难民呢涌向这个东欧。那么实际上，拜登提出这个美国回来了，那么也是给这个东欧这些国家、北约的一些盟国做一个这个样子。你看我这个还是这个保护这个北约的相关成员国的。那么同时呢，就是美军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要避免重蹈这个喀布尔撤军的这样的一个撤离的这样的一个覆辙。那么在阿富汗撤军的过程中呢，美国这个表现很糟糕。那么这次呢，美国这样做就是防患于未然，也便于接应从乌克兰陆路撤出来的一些部分这个公民。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不管是以前的越南战争，还是刚过去不久的阿富汗战争，美国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战争泥潭。如今又增兵东欧，张先生，您觉得假使俄乌真打起来了，美国会真的派兵进入乌克兰吗？因为只有纷争，大家才会更多的欧洲国家才会更多的去依靠美国才能更好的巩固它的这种主导的地位。所以它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动荡的态势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纷争的这种态势来牵制和消耗俄罗斯同时它又可以加强对它的盟国的这种控制。那么第二个方面，美国目前的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或者说印太转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也不想被陷入到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去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的战略安排可能就会被打乱。从美国来说，他更希望的一种状态就是我美国通过出钱出装备来支持乌克兰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真正的让他出兵，我觉得不太可能。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米格31K 挂载匕首高超音速武器，米格31K将对北约构成多大威慑？近日，俄军的一个军事动向尤为引发北约重视。美国媒体称，可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K 被部署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将会是俄罗斯在这一方向的杀手锏。那请教一下张先生，您怎么来分析？加里宁格勒呢，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这样一个飞地那么这个位置基本上是直抵着波罗的海同时也这个直面中欧这样的一些地区，像德国这样的一些地区，这个打击范围可以直接到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同时对波罗的海上的一些这个军事目标也可以实施直接的打击。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武器就是匕首加米格31K米格31呢，它是这个一个速度非常快的我们叫截击机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歼击机这样的一种这个战斗机的类型那么它的这个飞行速度可以达到2.8个马赫数那么这样一来，它作为一个匕首导弹的发射平台的话，就可以给匕首导弹一个比较大的初速度，而且匕首导弹它具有这种横向机动的这种能力，同时它可以大幅度的进行这个拉升和俯冲就是对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这个战术动作。那么这样一来目前世界上
我觉得任何一个防空反导系统都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拦截。